32年，整整32年。没想到32年都没有入其佛法的绝学，在弥留之际竟然顿悟。可惜呀！即使我参透此项绝学，却又将命绝孤岛，尼利叶依然将是无人知晓。你醒了？这是哪？这是一座孤岛，只有你我。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儿去啊？孩子，我剩的时间不多了，赶紧拜师吧。拜师啊！你既然此时来此，就是和我佛有缘，这是你的机缘。我与佛没什么缘分，没缘分。那你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吗？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林展祥，展祥，既然你在此时漂流到此孤岛，即使与佛有缘，与我有缘，天命如此，一切无能比，是我心落河。夜苦惧，苦气，无有灯火，黑绳，众河，叫唤，大叫唤，一切无能比，是我心我河。年轻人，这是尼利叶的心法奥义，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，你能悟到。
阿弥陀佛。哟，这位大哥，要搭船吗？啊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哪里倭寇多？宁德最多，这船到宁德，不到就到福州。你不是说那儿倭寇多吗？你要去宁德，也得先到福州。你去宁德干什么呀？真有不怕死啊！就是去送死。真是。倭寇！倭寇来了！快点！没命吗？快点吧！方先生，在下上权重赐，请先生现身一见。还挺急。方先生，请不吝现身吧。是他吗？不是他，他没这么年轻。姓方的，你要是再不现身，我就杀了这里所有的人。方先生，在下只不过是想跟先生切磋一下武艺，请先生现身吧。你是谁？找死！这人确实是找死。你真想死，我成全你。哎呀，年轻人啊，你用的是达摩剑法吧？啊？握好你的剑，听我的指挥啊！我怎么说，你就怎么打，明白了吗？阁下是否就是方君于方先生？记住了啊！上泉兄，达摩剑法是不是很厉害？达摩剑法不过是一套很平常的剑法，并无出奇之处。别动，站在原地，后发制敌。虚实分金，浮球一笑。不过是达摩剑法而已，虚实分金和浮球一休，也不过是两个简单的招式。虚实分金，他怎么可能只用这一招就能将我所有的剑路都封堵起来？浮球一笑。怎么会这样？
他都没有动过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经纶渡劫，大魔逆血。新阴流剑士，上前拿出真本事了。上！都别动！你们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和我比剑，谁都不能插手，站着别动。不愧是方先生。收剑，收剑。我问你啊，你是来掠杀的呢，还是来比剑的呀？有何不同？要是来掠杀的话呢，你们这些人啊，都活不长。我看你们不像啊。我来是想和方先生切磋一下武艺罢了。你配吗？你想跟我切磋剑术？你配吗你？哎，我是东瀛天下第一剑圣上泉信纲的后人，而且我还是新阴流剑派的传人。呸！东瀛岛国弹丸之地，一群井底之蛙也敢称天下第一啊？还是什么新阴流？我看你是不入流。少林达摩剑法共计8路70式，每一招在下都十分清楚。为何他仅仅用了简单的2剑就破了我的剑法？据我所知，少林达摩剑法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境界。哎，不是他强啊，是你太弱啊！天下武功取胜之道，4字足矣：制敌于先。制敌于先，没错，4个字足矣。受教了。先生，请留步。先生，先生，请留步。先生，干啥呀？多谢先生刚才的指点。请问先生，尊姓大名？你呀，早就认识我啦。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先生。我姓方，练剑的。使剑。我是方君瑜。方先生您好。哎，不是，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方君瑜？你练剑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方君瑜，那就是像读书人从来不知道孔孟一样啊！哎呦，真是气死！我知道孔孟，可是我确实不知道先生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看来教你练剑的人他也不入流啊。那先生能不能教我练剑呢？你为什么要学剑？我要杀倭寇。杀倭寇啊？那我凭什么教你呀？就凭先生古道热肠，行侠仗义。哎，打住！哎，你凭什么说我古道热肠，行侠仗义呀？其实我是心道冷肠，不干好事。算了，你这些屁话我听多了。那先生想听什么话？难道你从来不知道我方君瑜不收徒弟的吗？啊，对了，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收徒弟呢？哎呀，江湖人都知道，我方君瑜虽然是大明第一剑客，你不信啊？你不信我方君瑜是大明第一剑客吗？先生，我信。我刚才已经见识到先生的绝顶风姿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呀，从来不掺和任何恩怨，什么朝廷事儿啊、江湖事儿啊，完了倭寇我什么都不过问。
我这个人呐，闲云野鹤那么多年，我散漫惯了，我从来不收徒弟，也没有收徒弟的心情。我平生啊有2大爱好，一个是喝点酒，找点好吃的，还有就是寻找名山大川的各种高手，跟他们一决高下。我这次到福建，就是想到琉球寻访一个高手，我没有时间耽搁了呀。那个，你要想学剑吧，找别人去吧啊。打扰先生了。哎，回来！先生，你手怎么回事？我的手就是被刚才那个女倭寇所废。哦，哎，回来！嘿，小子，你还真有点奇怪啊！你怎么不缠着我呢？我为什么要缠着先生？为什么缠着我？哎，那些想跟我学剑的人，天天都是死缠烂打的。你跟他们倒有点不一样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求我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根本不在乎生死了。学剑就是为了多杀倭寇，学不成我也不想太耽误时间。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去找死吗？是去找死。不好。好什么？你连死都不怕，你还怕活着吗？啊？你这样的人呐，能成大事。我想想，好了，我收你为徒了。先生怎么又愿意了？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那谁还能把你当回事儿呢？人至低则无敌。嘿嘿嘿，你现在的境界不同凡响啊！谈不上什么境界，我就是一条随波逐流的死鱼罢了。随波逐流？切，嘿嘿，随波逐流那是最高境界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收你为徒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是因为我小时候练过剑吗？啊呸！你那还算练过剑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收你为徒是因为你是缺了2根手指头的残废。哎，嘿嘿，我天天碰到那些要拜我为师的人，说实话，我要教出几个高手来，那是平常之极呀。但是，想要教出绝顶高手，配得上我传人的人，那是靠天赋的。你是说我有天赋？我哪知道你有没有天赋啊？我只是看到你是个残废。就算以后你成不了绝顶高手，那人家也不会说我教的不好，是你自己是个残废，对不对呀？哎，别动，长得都有点像绝顶高手的样子。哎，我叫你什么？别人都叫我阿狗。阿狗？这个名字好，一点都不入流。好。哎呦，我答应收你为徒，口头拜师吧。磕头拜师啊！哎，回来！哎呦，站住！站住！你又干啥去？我不想拜你为师了。哎，你刚才不是想拜我为师的吗？刚才是刚才，拜师可以，但我不磕头。哎，等，你要想当我的弟子，那必须得叩头的，这是我们的规矩啊！我不会向你磕头的。我，气死我了！哎，那这样，鞠躬行吗？嘿呀！哎呀，好徒弟！哎呀，到了！哎呀，哎，你看看这儿怎么样啊？你师傅啊，准备在这儿教你7天武功。7天？你很吃惊，师傅我能教你这么久吧？师傅，那7天能学什么武功呢？
今天在码头，你被那个上泉重次打得满地找牙，到反败为胜，你用了多久啊？最强的武功那是无形，是掷地于先。假如你够聪明的话，那7天足够了。好，那师傅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嘿，你还是个急性子，我还是跟你讲讲你师傅我吧。你不了解师傅我，你怎么当我的徒弟？听着啊，你师傅我呀，成名之后，那是有个外号啊，号称长胜600战，剑术天下孙。不过呀，在我成名之前，我输的次数那是不计其数，数都数不清了。我少年的时候投入过少林呐，我觉得那剑才是百兵之长。可少林寺中只有那个达摩剑法，那哪是玩剑的呀？我这个郁闷呐！我改投华山派，华山派你知道吧？华山派那是练剑的地方，可是华山派的剑法，它华而不实，只重形式。哎呦，我又郁闷了，我就在想啊，有没有一套剑法，它不重形式，只精于剑的精义？那您创出来了吗？你猜？当然创出来啦！于是你师傅我就创出了笑傲江湖的3印剑法。在我40岁的时候，终于有了雏形了。3印剑法，没听说过吧？师傅，弟子一直都是井底之蛙。那你听好了，这3印剑法基于禅宗的精义而成，有3个境界，这3个境界包含了佛之3个法印的精义。听起来就很深。那当然了，深不可测呀！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我了不起呀！能创出这种傲视群雄的剑法，从有了这个3印剑法，你师傅我就再也没败过了。3印剑法，何谓3印？即是3法印：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寂。3印剑法有3式。第一式，无常。诸行无常，无常剑法的核心就在于寻敌破绽并击破之。无常剑式简单至极，首先，永远都是后发制人。后发制人。师傅，您在码头指导我，就是让我后发制人。不错。其次，无常剑式中所有的招式攻击路线都是螺旋式的攻击。螺旋的直线。对，剑客在决斗中最重要的不是出剑，而是藏剑。记住了，凡是天下剑客出剑总需要时间，宝剑一旦出鞘，破绽立刻就出现了。无论他的武功有多高，速度有多快，都不可避免。只要寻出他的破绽，迅速击破之，胜负立显。就像我上次击败上泉重次一样。明白啦？阿狗啊，这无常剑式的关键是以不动之身去体察对手进攻的招式，迅速找出破绽，用最快的速度去击破那个破绽。怎么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呢？剑刃与对手之间最短的距离，那就是直线，因此就决定了无常剑式攻击的路径必须是直线。必须是直线。对，但
通达两点之间，最快的却不是直线，不是直线，是螺旋式的直线。螺旋式的直线。无常剑是行动时，手腕要进行旋转，螺旋式的出击。看见了吧？只有最快才会最狠、最强。拿下来吧！师傅，三印剑法的第二式是无我，诸法无我。诸法无我。此剑以单一招式应对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无我剑式是天下最强的防守招式。你知道防守的要领是什么吗？你防御的面积越大，嘿嘿，你就越安全。一把剑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条线，点动成线，线动成面，而圆是其所形成的最大的防守面积。以剑柄处为中心，画方为圆，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保护盾。以旋转来加速，防御的同时，就会把对手的攻击变成你的反击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这无我剑法跟无常剑法基本相同啊，都是为了不输，令对手的攻击无法得逞，从而打击他们的信心，达到驱敌。还是驱敌？对呀，驱敌就是为了不输嘛。那师傅，第三式该是进攻了吧？那当然了，老是防守。师傅我哪来的长胜600战啊？诸法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第三式应该是涅槃剑法。错，此剑式名曰涅槃往生。嘿嘿，涅槃剑之根本在于急变。出手的一瞬间，剑路做出多种变化，每一种变化都蕴含着杀机，令敌手无法应对。嘿嘿，由于无常无我二剑式的使用，已经对对方造成了重大的心理打击，且丝毫没有毒辣的风格。当涅槃剑式使出时，如疾风暴雨的攻击会给对方造成短暂的错愕。这一瞬间，嘿嘿，对方身上已经中了数十箭了。嘿嘿，涅槃剑士出手就是终结。曾经我年轻气盛，动手就是狮子剑法，可现在，嘿嘿，我已经7年没有狮子剑法了。唉，师傅，为什么？此剑式过于凌厉，出手就是杀招，根本没给对方留余地。为是我出身佛门，所以我每当要施展涅槃剑时，我都持剑向西，向佛祖施礼，先忏悔我自己的杀孽。唉，死在涅槃剑下的对手是越来越多了。后来，嘿嘿，哪怕是那些成了名的高手，对此也是万分忌惮。哎，到了这些年的时候啊，哼，
我刚向西方行持剑礼，一回头，哎，那些对手早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早年见过你师傅持剑礼的人，差不多都死了。最近几年见过你师傅持剑礼的人，哎，基本上都活着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才是绝顶剑客的风采。师傅，哎，这涅槃剑，你想看啊？我想学。保和斋的林掌柜来了，姑娘们赶快迎客呀！贵客到了，让这位小少爷请，你快请。是的，这么想呀，少爷您可真长时间不来，好忙啊，好忙。哎，躲开，让妈妈看看林掌柜。哟，林掌柜，想死我了！你是想我口袋里的银子？哎呦，哪里，林掌柜好久不来，难道就不想我吗？你心都掉在肚子上了，我想你做什么？你又不是姑娘。哎呦，姑娘有的是啊！来，姑娘们来见过林掌柜。来，瞧瞧。哎，姑娘漂亮，是新来的吧？那位公子犬子，犬子。来。哎呀，气宇不凡，原来是林公子啊！哎呦，来，小林掌柜，来！哎呀，姑娘们来见过小林掌柜。哎呀，小林掌柜，儿子啊，不要拘束，放开一点，钱我已经付过了，不玩就亏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无常剑驱敌，路数为线；无我剑杀敌，路数为面；而涅槃剑杀敌，路数为变。道理你都明白了吧？嘿，你师傅我身为绝顶剑客，高明之处就在于无常剑士是以方便至上，重视攻击效率，所以你学的时候啊，就算有一点基础，哪怕没有基础都行，不像其他乱七八糟的门派啊，学个有形无用的破剑法，还得练上个几年几十年呢。哎，你只要能参透无常剑的话，基本上已经难逢敌手啦。哎呀，这小子比我想象中的天赋高多了。这无常剑士，看来他是融会贯通了。金枝姐，3只乱步送来的茶，说是新茶。上次的还没怎么喝呢。对啊，这个3只乱步怎么对你这么好啊？刚刚又送了绸缎过来。哎呀，这些可都是上乘的品相啊。不过这也太多了吧？要是做成衣服，得做多少件呢？把绸缎和茶叶拿到镇上，都卖了，钱都分给穷人。哦，好啊。
哎，师傅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没什么的，咱们不是约好3年之后再相见比试吗？啊，好了，别多说了，为师走了。师傅，啊，以后啊，你要多自重，啊，还有啊，千万记住，别给为师丢脸啊！多谢师傅教我剑法，又扫除我心中的阴霾，尽管只是寥寥数日。弟子谢过了。起来起来，能碰上你这么一个天赋异禀的奇才，也是为师我的荣幸啊！不多说了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接下来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想要去一趟蓬莱山，去那儿干嘛？取回我放在那里的东西。东西？哎，什么宝贝？师傅啊，是我的名字。名字啊？哎，不过这东西啊，取回来还有点用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从这儿到游西蓬莱山不近呐。带盘缠了没有啊？我现在可是身无分文啊。要不，师傅，你借我点盘缠吧。哎，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呐，他不能有傲气，但一定要有傲骨，得自力更生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啊，师傅我已经免费教你剑术了，我可一分没收吧？你要是收了钱，我可真学不了了。但是你不能向师傅我要钱吧？可是如果我分文没有的话，就会饿死在街头的。到时候您的剑不就白交了吗？师傅，您可是绝顶剑客呀，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？哎呦，徒弟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你以为绝顶剑客他就有钱了吗？啊，你看看，像我这种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口碑的绝顶剑客，有好多事情我是不能干的。哎，什么打家劫舍啊，给人当保镖，投靠什么各种势力，都通通不能干的。哎呀，我其实啊没什么钱，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风光啊。对我说，师傅，像您这样的绝顶剑客，靠什么生活呀？哎，所以呀，师傅我游走各地啊，仰慕我的人，嘿嘿嘿，还是不少的。看见我呀，他得给我接风洗尘是吧？混点吃喝倒是没问题，钱我是没有的，所以我游走各地的时候，还顺便跑点单帮。师傅，我不能一边四处打倭寇，一边挑着小担子做生意吧？我丢不起那个人呐！哎呦，你比我好混多了。你以为你是个名剑客呀？你是一个没身份、没地位、没口碑的无名剑客。你可以舒舒服服的过2年好日子。我该干什么呀？哎，该干什么？你可以干得多了。哎，你可以多做几件不为人耻的事情，比如说劫富济贫。劫富济贫？劫富济贫？怎么个劫富济贫啊？何为富啊？为富不仁，那叫富。哎，倭寇也算富啊。何为贫？像你这种没钱的剑客，那就是贫。嗯，明白没有？哎，别看，别看。这么少？不少了，太少了，不少了，别不知足啊！师傅，师傅已经很大方啦。不是，这根本不够我去游西的呀。哎，够你到附近的城镇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要劫富济贫了。我刚教你就忘了。哦，哎，拿着吧。哎，多保重，保重啊！别过了啊！
这也叫剑？给这么一把剑加个剑柄啊！这样，兄弟，你那把剑太寒碜了，我给你做把新的，只收你一把剑柄的钱，怎么样？我就想加一个剑柄。哎，我这哪一把都比你那把剑强。我对这把剑发过誓，天上有人在看着我，看着我能用这把剑杀多少倭寇。行，兄弟，这把剑我给你做。说英雄，道英雄，到底谁是大英雄？荡寇沙窝，浩气现，朗朗乾坤，见真容。哎，客官，接着讲，接着讲。这事儿绝对是我当时亲眼所见。就在码头上，有7、8个倭寇正准备抢钱杀人，突然出现一位大侠，抽出剑来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咔咔咔咔咔！你猜怎么着？这全给杀光了啊！真的假的？哎，那位大侠他叫什么呀？这叫……就这叫。嘿，兄弟，你去了哪里？你是谁？谁会为你挡风遮雨？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你。阿狗，这个剑侠阿狗剑法那是出神入化，对，10多个武艺高强的倭寇，在他面前那就是靶子。没错，我跟你说阿狗就拎着这把剑过去，把那些倭寇一个一个杀得跟切菜一样，杀得屁滚尿流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这些倭寇，他们看见阿狗就跟老鼠看见猫一样。哎，啥老鼠看见猫，就像猫看见大狼狗嘛。嘿，兄弟，天无要落雨。嘿，兄弟，你去了哪里？谁会为你挡风遮雨？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你。什么阿猫阿狗，不过是那些汉人瞎编乱造的。就这人，我看也不是什么高手。就算他是个阿狗剑客，他只是一个人，咱们有6个人呢，我就不信他打得过我们。6。干掉他！
还得再练。我们是兄弟，一样的骨血，有人胆敢伤害你。哎，你们倭寇也没钱啊？啊？
家平天下，男儿要胆气。我们是一样的骨血，有人胆敢伤害你，和他拼到底。走，去看看。去看看啊！听说杀了个倭寇大将。大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在城墙上挂了一颗人头。人头？有人认了出来，那是倭寇的大将直江源。现在大家都要去看看他，你也一块儿去吧。快点呀！走，真快点！去晚了又看不见了。快走吧！快走！走吧！你看看！就是啊，快去看看！杀了一个倭寇，是大将呢！快点！这么早啊？林斩相，你去哪儿了？买早点啊。利饼，我煎的。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是吗？那直江源是该你杀的吗？啊？我怎么就不能杀呢？那应该是林斩浩的。是林斩浩的，可我们俩是兄弟，谁杀不一样。阿狗。不杀他我难受。真的是我炸的，还热着呢，啊，吃吧。倭寇大军南下，部众之多，
可谓是头鞭断流。那直江源自以为是无人可敌，一路是傲慢骄横，不料却遇到了杀倭寇从不手下留情的剑客阿狗。话说，这阿狗隐身于一棵大树之上，此树可是倭寇大军行进途中必经之树。好英雄在树上以树果为食，露水为饮，隐藏了3天3夜。待直江源行军走到了这棵大树之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突然间，从天而降，拔剑而出，一剑毙命。我真的不是贸然行事，不到2更，我就到了山谷。我先观察了周围的地形，我计算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从倭寇出现到我刺杀直江源的距离，还有我得手后撤退的路线，我都想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哎，我以前杀倭寇啊，从来没这么投入过。要是直江源的手下反应再快一点，一起开弓放箭，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倭军经过1夜行军，到黎明时分，早已是人困马乏，他们反应自然没有我快。等他们想拿出弓箭射我的时候，我早已提着直江源的脑袋到100米之外了。直江源没有脑袋，难道我还没有吗？狡辩！报个数吧。一开始是5个，后来是11个，就算10个吧。有1个好像没死。到底是10个还是11个啊？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如果是10个的话，那直江源就是你杀的第249个倭寇；如果是11个的话，那直江源就是第250个了。你找死啊！快，先去救人，去救人，那边看看。走吧。英雄，大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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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啊！等等，大侠，敢问大侠，您就是剑客阿狗吧？大侠，可算找到您了。大侠，我们想跟您一起走，您就收下我们吧。起来吧。回家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。大侠，我们的家人都已经被倭寇给杀了，我们连家都没有了。
我们没地方去了，就是死也要去杀倭寇。杀倭寇还轮不到你。大侠，您等等，大侠，大侠，让我们跟着你吧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大侠，杀倭寇，大侠，救我们吧！好好的活着。阿狗，怎么办？走，跟他走，走。加上今天的10个，你已经杀了260个倭寇了。差得还远呢。阿狗大侠，外面来了一群村民，他们说要追随阿狗大侠您，我怎么劝也劝不走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我去劝劝他们。你劝得走他们吗？不用劝，阿狗大侠，你根本就不用劝。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来了，就肯定不会再走了。是啊，阿狗大侠，打倭寇已经很累了啊，大伙儿先不要吵。大侠，没事儿，您上楼睡您的觉，我们就睡这街上就行。你们睡在这儿，我在楼上也睡不着啊。还怕吵？哎，阿狗大侠怕吵，一会儿大家都小点声啊！都小点声。大侠，我爹以前也怕吵，一有点动静就睡不着，后来给开了个药方子，吃了就好了。这药方子我带了，我现在就拿给你啊！哎，拿着。回家去吧。家，大侠，我们哪儿还有家呀？是啊，大侠，我们的家已经被倭寇给烧了，您就带着我们吧。是啊，带着我们吧，大侠，我们大侠，带着我们吧，带着我们吧。好了，大家安静点啊！大侠打倭寇已经很累了，咱们让大侠早点休息。大侠，您先上去休息吧，我们在这儿等您。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，阿狗大侠，您唤小的来，有何吩咐5张肉饼，3锅肉汤，给他们送过去。好嘞，这就去。不忍心啊。我经历过，我知道，他们所有的亲人都被倭寇给杀了。他们现在想要的，只是一个希望。我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我保护不了他们。
没有人需要你保护。他们和你一样，就是要杀倭寇，要报仇。凭什么不让他们报仇？即便是死，能和你死在一起，他们就很满足了。哎，阿狗大侠来了！哎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快快快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！哎，阿狗大侠，你们真想跟着我？是。跟着我，睡不好觉。没事，我们去哪儿都行，没事，不怕。吃不饱饭，不怕，不吃都行，不怕。还有一天会不小心连命都没了。不怕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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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死。哎，大侠，阿虎大侠，你别走啊！大侠，你别走啊！我收了。恭喜你啊，这么快就拉起一支队伍了。你看这帮兄弟的样子，一个个衣衫不整，邋里邋遢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有点喜欢他们，像是我带的兵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吃什么呢？咱们还有点钱，前面有个村子，咱们买些菜和米，生火做饭就行了。好，听你的。都歇歇。哎，大家伙儿都先休息吧，啊，休息会儿，休息吧，休息。坐会儿，歇会儿。阿狗大侠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别叫我大侠。哎，好嘞，阿狗大侠。不是，那我叫你什么呀？阿狗。哎呀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啊。那我叫你狗哥吧。随便。你叫什么？哦，说起来，咱们俩
倒像是兄弟。我也是狗，我叫二狗，我姓林，叫林二狗。行，二狗，咱俩先到前面的村子买点米和面，给大伙做饭吃。不是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拿着吧。去吧。哎。什么都没有啊！去那儿看看，那边找找吧。啊，走，对，走。狗哥，二狗，狗哥，这村子我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怎么，这里来过倭寇了吗？看样子，应该来过。弟兄们现在都很饿呀，没吃的怎么办？我们刚才在河里已经抓到鱼了，你看。狗哥，是吃蒸的还是吃烤的？蒸的吧。好，蒸的好。好啊。哎，不是，蒸的话好像没有锅。那得废什么话呀？那就烤的吧，烤的。去。不好了，狗哥，不好了，倭寇来了！狗哥，不好了，外面有好多倭寇啊！别慌，有多少倭寇？好多好多。二狗，哎，我去看一看。好，你们多加小心。哎，小心啊！杀！兄弟们，咱们杀倭寇的时候到了，大家伙一起杀倭寇！回去，有锅盖找锅盖，有箩筐找箩筐，镰刀、斧子、锄头，反正你们能找到的全都找过来，快去啊！狗哥，跟着我！大家都别急，听我说，你们拿着手里的东西，我让你们怎么站，你们就怎么站，听我的安排列队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
村里撤！撤！往村子里撤！快撤！怎么样？慢点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忍住，让我看看，抱一下。好点吗？没事，小伤，没事。金莲，你怎么会知道阵势的？以前在兵书上看过一次，只不过兵书上写的都是用盾牌、长矛还有刀剑。单打独斗靠武功，打仗需要的是战术。这个阵势不错，可进可退，他能保护自己。这些人都没什么武功，首先是要活命的。所以我想，咱们把这个阵法再完善一下。狗哥，狗哥，烤的烤好了，烤好了，尝尝。